下，我可能意识到他受了一些伤，但是我为了要完成我接下来的任务，我必须要走。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死，所以我会把这个没事，先这样，留到最后部分，看到他真的倒下之后。我觉得师傅再收一点点，在于说话的语速正常一点，正常一点。好。手上加点血。这门口没有人啊，谁去？你该住所这个开的这个幅度大不大？你看一下。有点搞笑。好，停。好，来，可以了。开始。两边都会看不见。所以你一定不会提前注意到你现在那个地方，你就是到这个地方，你就是看着你的兄弟们，他们看不见，他们并不会注意到你，保证会注意到。我顺着月奴的视线跑过去，看母亲。我觉得，因为他有一个可能性，他的脸已经不仅仅是长大而已。哎，你知道我们先起来，不确定这个人，但是呢。因为是梦境里的一只串路，你认得他的灵魂，所以我觉得我先是走一半路程过来，离近了再对，再说，我觉得你一定要跪着抱。有，因为小孩子的高度会。不对，他在这里，快走！不许再回来了！我不想走，我不想回去了，娘。哥哥，你快走！我不想回去。是啥呢？汤，还有汤，哎，必须的，还有一个人参汤，看看这4个菜就知道高明送的。这就是断头饭呗。这场就是把一切事情全部说完。那我可以直接做，有一个了。可是我觉得你前面多站会儿也挺好的，让自己晚一点再做也不错。哎，这段我恰好是想让田老师把手放到桌上做点动作。告诉你3个仇人，就是希望你永远都不能停止复仇。到最后帮我找到维西。这个角度要拍一个简直就是有一点，请您不要挣扎，越挣扎越。反正不行我就随时。对，不行你就直接把手抽出来，直接掀掉。对，一定要保证自己安全。好，停。好，停。来，接下来。辛苦上课，辛苦上课。因为其实现在我觉得高明对藏海情感已经发生改变了，他已经不是单纯的一个师傅，然后被神秘人所派的一个师傅让这个人去执行任务，而是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一样，甚至是就是对他产生了情感。对呀。是吧？是这个地方，我们还是打完了以后有一个那种对视吧，加上大海的时候，自己也愣了一下。我觉得给我一个版本就是那种想说什么，但是还是没有说什么，就回家，对，就忍差点再多说2句就哭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赶紧给自己咬住了，回家挤出来2个字，然后走。是吧？回
回家。真拿气儿！你主要是你的眼神都变了。完美。我们一会儿听听喉啊，辛苦一下，就是稍微屏一下呼吸，要不然那个白气会特别明显。好。开始。好，停。咱就跌坐下来。对，那个更矮了变得。就跌坐在地上，哎，这样小心啊，这样很容易坏。换一个另一个，但是我很喜欢的是这个，就是其实向下指，对，向外指都可以。但刚才有个点就是指挥的感觉，这样，对。我再找一个悄悄捉这个，我觉得这是老板的行为，对吧？你就和我堂堂正正的应战！你躲在背后谋算人心，放什么出去？停一下啊！这个门是不是被一会儿开了啊？没有，我拍中间就行。好嘞。就第一局还没有爆发是吧？前面只是一个还是往上顶的一个感觉。好嘞。你就堂堂正正与我一战，躲在背后谋算人心，算什么东西？好，停，过。确实是害怕，他喜欢别人怕他，对吧？王爷一人之上，王爷一人之上，炸了。在他们这个级别面前可以说好慢慢，这是你地位自然来源，所以你少说我多说不好。下官一路走来，见着王爷院子里的花草树木都风雅之极，就说那苍劲求取的胡杨木，生而不死上千年，曲折盘旋犹如蛟龙。恐怕这一棵树就能抵下官10年的重活。停，过了 ，OK 了。收敛眼泪的锋芒，掌心念着危险的渴望，惊涛笑里藏，惊雷无声响，城府深，深不过我目光。阴谋是我护身的衣裳，阳谋是我纵横的刀枪，用隐忍的狂，稀释道德藏，也不黑，只因为我心滚烫。用什么词来形容？不打不相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一般情况下都是累积，慢慢的，它没有一个特定的点。特甜其实就是看花灯那场还挺甜的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婧仪，在《藏海传》中饰演香岸图，我是枕楼老板，也是东夏公主。香岸图的性格特征是怎样的？香岸图她其实还是比较的直率凌厉，会有一点点爱怼人的性格。平时是这种对型的性格吗？就不太是，偶尔吧。
会跟亲近的人会怼一怼。香岸图身上有哪些特质是比较吸引你的？他首先他有着自己的一个身世，这是一开始没有所展露出来的，但是他又有着整楼老板娘的身份，你就会觉得这两个身份还不太一样，要怎么样去诠释？你也会去想象他作为一个老板，在这个整楼他会是什么样的状态。香岸图是东夏二公主，她本该拥有快活恣意的人生，却因母国战败，背负国仇家恨，孤身远赴敌国为质。入大雍后，香岸图不断积蓄力量，摇身一变成为京城第一瓦舍枕楼的老板，暗中收集情报，寻找鬼玺。请用3个表情包描述一下枕楼筹谋阶段。筹备整楼应该还是比较充满一点希望的，是在做一件事情的吧，很开心。然后八公子说书，高人竟在我身边，然后夸夸自己了不起。请用3个词来形容枕楼老板阶段的香岸图：笑看风云，凌厉刁蛮，然后身负重任吧。笑看风云其实就是因为枕楼它是一个很多人来往的一个地方，就是香岸图它是可以在这里看到京城的烟火的，就是每个人最近是什么样的状态啊，一些达官贵人也好，平民百姓也好，伶牙俐齿，这就是他前期在枕楼老板，比如说出狱藏海的一些状态。然后还有个是身负重任，就是他其实开枕楼，一方面是因为他想给八公子一个地方能让他讲戏，一方面他想要收留一些无家可归的人，有地方可以落脚生存，还有一方面是他可以在这个地方收集一些情报，找鬼玺。对于香岸图来说，质子身份是种怎样的枷锁？香岸图有一句台词也说，就是我有的时候也会希望自己只是一个枕楼的老板娘，但是我没有办法，就是这个责任在你身上，你是甩不掉的，你就会一直缠在心里的。香岸图远赴敌国为质，没有因此压垮他，反而背负起国仇家恨，到了敌国摇身一变成了女老板。她身上有一种怎样的精神？我觉得还是心里够坚定吧，就是知道自己最主要的任务和目的是什么，所以其实还是奔着那个目标去走的吧。香岸图最初想结识藏海的目的，算是一种利用，其实藏海也同样如此。如何看待前期藏海和香岸图各取所需式的关系？因为两个人其实在接触的最开始，对对方没有产生爱意的时候，更重要的还是有自己的主线任务。可能我是找到鬼玺，他是找到仇人，所以其实是在互相利用对方。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不错的一种关系。藏海和香岸图的关系是怎么变化的？后面有误会香岸图就是杀父凶手家的人，从到后面有误会，然后化解矛盾，然后又继续相爱。对，其实还是有一个过程的。会用什么词来形容两个人之间的关系？用什么词来形容？不打不相识。对。到大理寺查档案，危机下两人配合默契，开始产生感情，算是同时对对方产生感情吗？还是谁先心动的？我觉得这个很难去说清楚，就是你到底是某一个时刻是什么时候对对方心动的。我觉得每一次碰到这个问题，我都觉得很难，因为我觉得一般情况下都是累积，慢慢的，它没有一个特定的点。比如说我们在中元节一起去看那个花灯啊什么的，我觉得在那些相处中，比如他会跟我说他的心事，会愿意袒露自己，其实是一个还挺交给你的一个行为。藏海让香岸图心动的点是，可能还是两个人一次一次的互相帮忙，互相有默契的去进行一些事情，就两个聪明人的碰撞。对，智者碰智者。你觉得香岸图的感情观是怎样的？喜欢就要直求的得到，就是想说明白，告诉你我的心意是怎么样，然后也会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样想的。怎么看待这种感情观？我羡慕这种性格。对，藏海自己也有察觉，对香岸图的情感发生了改变，但出于专心报仇，只好把儿女情长放置一边。虽然没有直接表达，但有没有哪些行为早就暴露了内心的喜欢？他会来救我，会来担心你，会想办法帮你，送你东西。对，我觉得这些都是吧。
在你看来，特甜的戏是哪一场？特甜其实就是看花灯那场，还挺甜的吧。会看到很多评价，我觉得包括导演会选你去演某一种角色，一定是看到你身上某种特质。对，我不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，或者是怎么样，还是有默契的。因为对戏啊，包括在开拍前去交流剧本，一起去顺词，都是非常的，就是能同频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婧仪，在《藏海传》中饰演香岸图，我是整楼老板，也是冬夏公主。拍摄《藏海传》最大的感受是？最大的感受其实是，首先是整个剧组真的非常的认真，就每一个演员啊，每一个主创，包括所有的幕后人员都很认真，自己也很享受这个过程。都说横店暴雪出爆款，这次拍摄也同样有下暴雪，怎样看待大家这种期待呢？加油！只能说加油，认真拍。对，对于大家的这种期待，你认为是动力还是压力呢？有期待也是好事情吧，但你不能说因为大家有暴雪期待，你就说我才认真演。整个剧组都是非常认真的在创作，就是大家真的是在用心去很精雕细琢的去拍摄。预测一下播出后会有哪些话题词出现？藏海传好看。有关于香岸图的话题吗？香岸图老板娘。和肖战演对手戏，两个人的默契度怎么样？还是有默契的，因为对戏啊，包括在开拍前去交流剧本，一起去顺词，都是非常的，就是能同频吧。可以举个例子吗？第一次聊，因为那个片段是大家跟导演一起先去讨论了一下，然后我们两个也会说自己的想法，就会发现，哎，想的还挺像。对肖战的初印象是怎样的？初印象会以为他是一个比较冷的人吧，对。但是相处以后，还是会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挺阳光，然后很自律、很认真的人，跟想的还是挺像。还记得跟肖战第一次见面是怎样的场景？怎样打招呼的？唯独见了面，就是你好，你好。现在见面都是叫角色名吗？对，叫角色名。在网上有看到你和郑导、肖战一起聚餐。跟郑导一起聚餐，会有种跟家长吃饭的感觉吗？会，对。郑导他其实挺能聊的，而且小龙导演他属于那种，你以为他会很严肃，其实他有很多故事跟你分享，还挺好玩的。他会聊很多他拍摄的时候的一些故事啊，包括他的一些知道的一些奇怪的知识，其实私底下接触吧，就觉得还挺可爱的了。一开始和郑晓龙导演合作会紧张吗？刚开始见导演是在试戏，对，很紧张，就视频试戏，就跟考试一样。此次拍摄有没有解锁哪些新体验？打戏，对，这个对我来讲是第一次体验。其实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训练的时候就掉了那个威亚，自己就特别兴奋，试一下，然后就开始转圈圈啊什么的，特别好玩。拍完后的感受是怎样的呢？好难，就是大家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要打到每一个就是分寸感呀，包括什么时候他的力气要用到点上，其实是好看很难，把动作做下来很简单。有一次有一个动作就是吊着威亚冲出去飞出去，那个自己还录了视频，就觉得很爽。描述一下在剧组一天的 vlog。醒来刷牙洗脸，出门拍戏，收工洗澡睡觉。其实剧组生活就是比较的2点一线吧。我有的时候就特别困，但是我就觉得不行，我不能睡。就是你会真的会觉得一天过得很快，因为剧组其实一天排得很满，你就会觉得哎，给自己留点时间。哪怕你躺在沙发上看看视频啊，哪怕玩一个非常无聊的游戏放空一下，你都会觉得至少是自己的时间。网友都说张婧仪长了一张倔强的女主脸，这种评价会成为你选剧本的标准之一吗？不会，其实根本想不到，你看剧本的时候哪会想到大家说你适合什么样的？有看到过这样的一些评价吗？会看到很多评价。大家都这么说之后，你是怎样的感受呢？我觉得包括导演会选你去演某一种角色，一定是看到你身上某种特质。对，我不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，或者是怎么样。自己选剧本会有怎样的标准呢？还是自己想演就很重要，就你能打得起鸡血对这个角色。有没有哪些点是可以戳中你的？要么就是这个故事真的特别好看，要么就是我很能理解这个角色他的情感，
就他做这些事情和他所处的那个状态，我很能共情他。